李家超啊，前几天当选了香港的特首。说实在的，这个新闻当天的时候我都没看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很多媒体的头条。跟以往几届香港特首当选的这个新闻相比啊，李家超的这一次当选呢，其实是最没有悬念。虽然过去那几届香港特首的选举，大家一般来说也能预料到当选人，但在形式上还有一些竞争者。比如林郑月娥当时选举的时候，还有几个其他的竞选对手啊，跟他一起来竞争，而且那个选票呢，好像当时呢差距是大啊，但是另外的反对者得的也并不少。你像林郑月娥一共只得了700多票嘛，但是这次李家超得了多少票呢？得了好像我记得是1410几票，就占这个整个这个投票率啊，得票率的99.16%，而且呢，这个当候选人只有他一个人了。所以呢，媒体对李家超当选这件事情的兴趣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呢，他的当选的报道呢也就没有占据大幅的版面。我是在过了1-2天之后啊，才知道李家超当选了香港的特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就聊聊这个话题啊。这个一个人去参加特首选举，得了99.16%的选票。好像是像驻港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办公室的人出来说啊，说这个充分证明了李家超啊获得了香港市民充分的民意的肯定。这句话如果要是成立的话，我想这个金正恩呐，他每次是差不多都是100%当选啊，那肯定是得到全朝鲜人的这个大力的赞成，是不是这个逻辑呢？我想可能每个人都有答案啊，至少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这个选举呢是一个小圈子选举，大概只有1400多人的一个选举委员会，这个选举委员会本身呢，被直选出来的人又非常非常少，大多数都是按照功能组别来组建起来的，而这些功能组别的这个选举本身也是一个小圈子选举，说白了是一个指定的小圈子嘛，来选香港的特首。即便如此，李家超还只有一个人去选举，最后得了这么高的得票率，在我看来啊，再高的得票率，这种小圈子的选举呢，也不能等同于民意之间的支持。事实上，香港的一些民意机构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就对李家超做过民意检测。其实他的民望啊，在5分为满分值的时候，他一直在2分左右，也就是说不及格。就香港迎来了一个在民意本身呢不及格的特首。当然这一点可能对于有关部门来说根本就不重要了，他们需要一个强势的香港特首。这个香港特首呢，能够解决过去几年香港看似混乱的局面，只要能实现这个目的，至于老百姓认可不认可，可能在那些有关部门的眼中呢，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说起香港啊，这个我也去过很多次。我最早去香港的时候呢，哎呦，不好意思，我的手机响了啊，对不起啊，把这个关掉。我第一次去香港啊，就是在香港回归之前啊，回归之后不久。当时啊，香港啊，应该说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内地的老百姓，包括跟香港的老百姓之间啊，对97年的回归啊，都有很大的期待。我记得当时艾敬有一首歌，叫做《1997你快点到来吧》。在97年之前的有一年春晚唱起来的时候，很多中国老百姓啊，对97年回归之后的香港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憧憬和向往。97年的时候回归的时候，我们中央电视台专门进行了直播，我当然不是这个直播组的了啊。那么当时我记得我们中央电视台派了大量的记者到那个地方去，每一个点儿之间，那也是中央电视台啊有史以来啊第一次对大型新闻进行现场直播。当年这个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在这个他负责在这个驻港部队啊，在那个0点钟从深圳渡过那个罗湖口岸进入香港那个地方，那事先要进行过好多次彩排，很多次彩排，结果每一次彩排的时候要讲驻港部队通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结果他有2次都说错了。他说成什么了呢？他说啊，就刚刚过去的说是戒严部队，他说戒严部队从这个深圳过去了香港，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啊，因为他现在还在中央电视台做事情。当时他领导就跟他讲，他说啊，你可要好好练，如果要是直播的时候你要是把驻港部队说成了戒严部队，那可就完蛋了。
不光你完蛋了，我们整个都完蛋了。所以这个万幸的是直播的时候我这位同事当时还是把驻港部队念成了驻港部队。然后还有一位记者当时就是在那个彭香港特首离开香港的时候他在那个香港特首府旁边做直播。结果这个彭离开香港的时候离开特首府的时候，他这个开着车出来的时候围着香港的这个特首府转了一圈。后来他又转了一圈，转了3圈再走。结果呢，这就出乎了我们这个直播的预案之外。我们这个记者现场的记者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事先准备的稿子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这些所有的直播的记者的稿子全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自己在现场是不能发挥的。当时就懵了，因为这个彭当时没有这个按照计划从这里头走完之后就直接走了，去到那军港去了。他可能是出于自己对香港的感情，也出于所谓的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感情，他就围着香港的这个特首府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我们那个记者就站在那个地方说他转了一圈，他又转了一圈，他又转了一圈。他只能这样描述，他不敢说其他的。这当时在我们央视内部就是回来的时候大家还传为笑谈，是吧？因为第一次做大型新闻直播嘛，也没有经验，是吧？后来在97年之后不久呢，我就去了一次香港。我还有印象，当时是在过元旦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在香港的时代广场这个去参加那个香港那个跨年的那个活动，街上到处都是人然后我有几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香港的警察跟大陆的警察比起来呢，他的态度特别和蔼。我们大陆的警察遇到人呢总是比较凶，即便是他给你做好事儿，你也害怕，对吧？所以我们见到警察心里就紧张就哆嗦，是吧？但是香港的警察呢，没有我们大陆警察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那样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权力的那种氛围。然后后来呢，我在街上的时候问路打不到车，一开始我们听不太懂粤语，那警察就帮我们拦。然后在那个跨年夜的时候，因为时代广场的人特别多，然后当时这个人结束了之后疏散的时候呢，那香港的警察就把路上所有的这个马路全都变成了人行道，就不能再走汽车了。然后呢，由于这全是行人，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很容易形成拥堵，那我就看那警察晚上的时候他就拉绳子，他让东边的人走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绳子往这边一拉，这边的人就可以通过了。然后他过个半分钟1分钟的时候，他想让那个路口的人走的时候，就把这个绳子往这边一移，这边就可以通过了。这样有2组警察在一个路口就可以把这个人员疏散的井井有条，没有发生任何拥堵。这个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就是香港的警察呢执法特别文明，而且在白天你几乎看不到他，但是在夜里头有时代广场这样大规模活动的时候呢，他们一夜之间又全都出来了。然后所表现出来那种敬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那么我最后一次去香港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来日本之前，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想在香港见我，我从北京飞到了香港。当时我住在香港的本岛，他呢是住在九龙，我就打车去，从本岛打车去九龙的酒店去见他。结果呢，其实路途没多远因为我住的那个酒店跟他的酒店直线距离大概也就3-4公里、4-5公里吧，就这样子。虽然说从本岛跟九龙之间隔得很近，结果下车的时候呢，收了我500块港币。我当时呢，因为要去见朋友，然后我也有好几年没去香港了，我当时还奇怪，是不是我说香港的出租车现在涨价涨得这么厉害了这个这么贵。然后我跟我朋友见完面吃完饭，我从那个酒店回来的时候又打了一辆车，要回到我住的酒店嘛。回来的时候就只有100多块钱，我当时立刻就明白了，那个司机把我宰了。这个细节这个让我特别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讲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这出租车的服务水平往往就代表着这个地区的公共治理水平。为什么呢？因为出租车司机们都是在跟陌生人打交道，大多数是最常跟陌生人打交道的一个部门。
那么你比如说外国来的游客呀，外地来的这个商务人士啊，然后呢，这些人可能大多数可能也没有机会再遇到这些出租车司机了。还有也就是这些人一旦遇到问题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投诉，所以大多数人遇到问题可能就拉倒了。所以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治理，那么出租车这个行业非常容易就表现出来宰客呀、拒载呀这些行为。你去看发达国家，凡是治理比较好的，出租车服务都非常好。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有问题了，出租车最先出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前几年就是欧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去过希腊，结果希腊的司机就给我印象非常不好。为什么？宰客，就看见我们是中国人，他就宰客，他就要高价。那么你比如说你去英国，你在日本，你永远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日本的司机，日本的出租车虽然贵，但是你永远也不可能遇到宰客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对这个细节呢，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香港怎么变成这样了。就是我过去一直对香港那么好的那样一种形象，就被出租车宰我这一个行为呢就给破坏掉了。后来我在香港遇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做记者的，他呢也跟我遇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情景。他还是在香港本地工作，但是由于他也是从北京去的嘛，说普通话，然后呢他去坐出租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一下就要管他要几百块钱，就是出租车司机以为他是从大陆来的。那么当时我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本岛人，香港的本港人这几年对来自于大陆的这个游客这个观感和心理上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如果说97年之后，香港和大陆有那么10年左右的蜜月期，就是大陆的人都去香港购物给香港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最近几年，香港人对大陆的这种心理上的感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不喜欢这个大陆人，你明显可以感觉到。所以当我说普通话打车的时候被宰客可能背后也有这个因素。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这就是香港整个公共治理的水平大幅滑坡的一个标志，大幅滑坡。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香港的政治政改大家讨论都是这个层面的。但是从我一个普通人去香港的经历来讲呢，我个人觉得香港现在的公共治理水平，跟他97年刚刚回归的时候比起来，真的是严重的滑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香港长期生活可能香港人更有发言权，我只是作为一个外地人去香港有这种感受。那跟现在香港的这样一种政治的事态政府的这种事态有没有关系呢？那我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那么我们说回李家超当选香港特首这件事情，我也讲讲我对香港未来的这个形势的分析。那么在我看来李家超当选香港的特首，就说明一点，就是说来自于北京方面对香港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有林郑月娥这样的特首，在北京看来解决不了香港的问题，一定要派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香港的特首。因为李家超是所谓的保安局局长出身嘛，警察出身嘛，对吧？而且是在过去几年香港的这个所谓的街头运动过程中间镇压这个过程中间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他来当特首，那么可见北京对香港的态度非常明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意味着什么呢？香港的议会政治、议会制度也包括这个所谓的街头政治彻底将来失去了空间。因为无论是通过议会渐进式的改革让香港走向所谓的全面补选，也包括街头上的通过适当的冲击来实现所谓的政治妥协，它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也就是说，当权者、拥有权力的者愿意跟这些反对势力进行适当的妥协和谈判。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间有过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的时候，一开始这个也都判死刑的，然后后来那些美丽岛的律师要出来辩护，是吧？这个其实最后国民党还是妥协了的，并没有把那些人判死刑。然后我后来看到香港的那些台湾的那些回忆录的时候，就陈水扁当时被判入狱的时候这个国民党政府竟然允许他在整个台湾岛
搞这个所谓的入狱之前的告别，一场接着一场搞，搞完之后呢，最后一天才进监狱。你想一想，这个在大陆是完全没法想象的，在今天的香港可能也越来越难以想象了。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化，民进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头啊，他搞街头政治运动啊，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国民党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没那么专制，他还愿意跟民进党在有限的空间里头进行妥协和谈判。但这个空间呢，香港曾经有过，但是现在看来这扇门已经关上了。也就是从此以后啊，在香港无论是街头政治运动啊，也包括所谓的立法会的这个政治运动啊，已经彻底没有空间了。那么也就是说，香港的任何反对力量啊，在香港也没什么空间了。大家可以观察啊，香港那些有着明星一般的那些反对运动的领袖，包括像周庭，是吧？被关了几个月之后，你看出来，连媒体记者采访都没有，然后就彻底消失了。表明什么？其实这个当然我也理解啊，就当你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你这种反对可能也就没有意义。毕竟不能人人都当曼德拉，对吧？那个曼德拉呢是超于常人的那个才能做得到，这是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啊。第二点，这香港呢会逐渐的深圳化，这一点可能大家也都想得到了，而且包括香港现在跟深圳毗邻的地区也在逐渐的开发，是吧？那么也整个大湾区啊，以后的所谓的中心很可能是深圳，香港只是变成了深圳这个大湾区的一部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其实从大陆啊，从经济上现在仍然需要香港，尤其是在跟西方之间，交流也好，对抗也好啊，香港还有它自己无法替代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中概股啊在普遍的退市，就是这个在美国要求中概股退市，那么中概股退市退到哪儿去呢？退到了香港。那么香港股市跟美国的股市之间实际上是有所谓的制度联系的。你比如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如果要是从美国退市在香港上市，那么其实美国这些股票的股东啊，他们不需要清掉手里的股票，他做一个手续的转换，就可以在香港市场自动进行交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要是没有香港这个股市，那么美国要求中国中概股啊，那几百只中概股在美国如果要是退市的话，那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些股票，即便这些公司即便可以回到内地去上市，那么中国的 A 股跟美国华尔街之间的股票，纽交所之间并没有所谓的这样一个两地可以自由切换的这个上市制度，所以啊，那个斗争起来啊，那个对抗起来就变得无比惨烈。它是一个所谓的零和游戏，甚至是没有赢家的游戏。但是由于有了香港这样的一个证券交易所，其实大陆啊跟美国之间的博弈啊、对抗啊之间呢，它有了一个所谓的怎么说呢，缓冲区。所以在我看来，香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它不太可能再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了啊，但它仍然是中国跟西方在经济交流也好、对抗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区。所以还被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被需要。所以有些人担心说港币要跟美国脱钩、跟美元脱钩、跟人民币挂钩，我认为不可能。因为港币一旦要是跟美元脱钩了，跟人民币挂钩了，那么港币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它也就失去了所谓的中国跟西方之间经济上的战略缓冲区的这个作用。这是我的一个观点。第四个，我觉得李家超的这个特首的施政报告啊，一共有9000字，我也看了。那么这个9000字里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有2点。第一点呢，它是坚定的要推进所谓的23条立法，这个在过去啊，历届香港的特首啊都没实现的目标啊，一定会在李家超的任上完成。这个现在也没有障碍了，因为现在的香港的立法会本身呢，也没有什么民主派了，全部都是建制派了，是吧？那么在这个立法会通过23条立法本身也是易如反掌。那么这一点呢，李家超现在在施政报告里头也讲到了。另外一个，对本港的市民呢，他其实可能会采取在经济上的收买啊，或者说施以某种端出一些牛肉啊，对吧？最重要的一点，他就是提出这个所谓的香港的这个住房问题。大家都知道，住房问题是香港市民的痛点嘛。
在全世界发达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里头，香港的住房条件应该是最差的。当然这里确实有问题啊，因为香港人终其一辈子可能都是在为那些大房地产商打工。那么如果你要是买不起商品房，你住的那个公屋的居住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也太小了。那么李家超的施政报告里，我觉得他是想通过改善香港的这个房地产的结构，让年轻人在所谓某种程度上能够体会到这种特区政府啊，对他们能够给他们这个所谓的牛肉吧，慢慢改善普通香港人对特区政府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特首选举啊，是完全在无视民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你说普通的香港人认同这个李家超吗？我想肯定是不认同。你想前年的区议会选举，那整于建制派几乎全军覆没，普通的香港人去到那投票选举出来的几乎全都是泛民派的。那你说这个民意到现在呢？我认为应该是延续下来差不多的，对不对？那么长期的民意跟特区政府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李家超这一届的特区这个特首啊，可能就是想通过经济上的赎买，经济上端牛肉的方式，能够来收买香港市民，希望呢让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觉得自己有希望，然后呢减少跟特区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除了这个公屋以外啊，我个人猜测，就是也许比如说在政治上解决了，就是说所有的反对势力全部被清除，你只要反对我就给你打压，这个可能将来是常态。当所有的反对势力逐渐被消灭之后，那么大陆或许也会对香港在经济上会给予一些支持。那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听我的，经济上不成问题。香港才多大，600万人口，对吧？弹丸之地，10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大陆如果想让香港繁荣，香港就能繁荣。当年深圳不就是一个渔村吗？说发展起来就发展起来了，现在 GDP 已经超过香港了。所以其实你像那个北京的旁边的雄安，是不是原先的是一块洼地，是不是说搞起来这个也就搞起来了。当然最终能不能搞成咱们也不知道，但至少你看雄安高铁通了，那边的建设也建设起来了，是吧？所以大陆如果要想让香港经济发展起来，我觉得倒也不难，对吧？举全国之力，是吧？支持一个城市，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在政治上你不要跟我较劲，不允许再跟我在政治上讲条件，是吧？那么我们最后再说一下，那么香港啊，原先被称之为东方之珠。那么这些年啊，香港的经历啊，香港的遭遇啊，全世界都在看，是吧？我们自己也在看。我自己的理解呢，应该理解为东方之珠啊蒙尘了。很多香港人是这么理解的，包括这2年也有大量的香港人啊，从香港离开，移民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包括台湾，是吧？那么香港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那么香港东方之珠啊，这颗曾经在亚洲繁荣一时的东方之珠啊，还会不会重新绽放它的美丽和色彩呢？我想这一点呢，香港人最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您要是来自香港的这个观众啊，也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这个节目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